嗨，各位好，我是就是爱偷懒的Joe，欢迎大家收看这部影片。自从本频道破千订阅之后呢，我就开始犯懒休息了好一阵子，好久没跟大家开箱机械键盘了。然后回头看家里的键盘真的是已经越堆越多，每天都要被老婆念。所以我今天呢，我从这几把键盘当中挑出我觉得非常适合推荐给新手入门的这几把键盘，价位大概是1500到2000块左右。个人觉得这是 CP 值最高的价格区间。第一把是非常适合游戏用的键盘，第二把是声优取向的麻将翼键盘，然后第三把呢是我近期我蛮喜欢的一把键盘。所以今天呢是一个键盘合集类型的影片，推荐几把好看好用的键盘。好，话不多说，就让我们来开箱这3把键盘吧。第一把适合玩游戏的键盘来自于 VXE 的 V75X， 这个名字真的有点难念。VXE 大家可能没有听过，其实它就是 VGN 旗下的子品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键盘附的海报，背面就是它的说明书，非常有 VGN 他们家的味道。在键盘上印上2次元小姐姐的键盘厂牌其实并不少，不过在当中呢，我觉得 VGN 是做的最出色的，画风质感我觉得印在键盘上都是非常的优秀。然后这把键盘呢是他们推出75% 半铝的机械式键盘，所谓半铝呢就是键盘上盖是铝合金的，底壳呢还是一般的塑胶材质，既可以让外观以及质感摸起来有基础键盘的味道，底壳塑胶呢也不会影响无线讯号，配上 VXE 他们的低延迟技术，据官方所说的，它的延迟可以控制在1毫秒左右。然后我推荐版本呢是这个电泳的极力弧特别版，它搭配的是呢有声段落轴极力弧轴。其实我本来呢不是很喜欢这种类轻轴，因为这种轴里呢声音特别大，手感特别的硬。不过呢极力弧轴在他们这个类别可说是出类拔萃，声音非常清脆，手感非常的爽快。个人觉得这样声音手感按起来有种那种触电的感觉，听起来真的是通体舒畅，这可以说是我唯一喜欢类轻轴手感。然后这上盖的加工方式电泳，手感非常丝滑，不管是在观感、手感上都非常有铝合金键盘的味道。然后这键盘呢，我最喜欢的地方就在于它的 logo 灯，是由6颗灯柱所组成的，颜色的变换跟效果是非常优秀。搭配这简洁的配列 F7 是对称的，是我75% 最喜欢的配列。搭配这双侧注塑的 PBT 键帽，以及蓝色热升华键帽的点缀，整个正面的观感搭配铝合金上盖，放在桌上真的非常好看，完全看不出来是一个塑胶键盘。然后说到这键盘其他部分呢，不管是侧面还是背面，特别是底壳复刻了 ROG 的样式，同时呢，也是我觉得这把键盘最大的缺点，就是我觉得这把键盘正面跟背面的风格其实不太统一。正面呢是那种朴素小清新的质感，但背面呢画风一转就是换成电竞风，个人觉得这底壳设计是最大的败笔。不过这把键盘呢，不管是声音手感都非常不错，回馈感比较好，但如果你要打字的话，打久了手可能还是会有点酸，所以我觉得这把键盘真的非常适合打游戏，手感、听感跟延迟都非常的优秀。真心推荐我唯一可以接受类轻轴的键盘。好，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这把键盘打的声，然后进到下一把键盘推荐吧 ，Go Go！前一阵子呢，有人问我说，要如何打造一把具有麻将音的机械键盘？如果是以前呢，我可能会回答说润轴啊、轴下垫啊、底棉、夹心棉之类的声音包。但现在呢，我可以跟你说，如果你想要一把声音好听的键盘，就是这把来自麦虫的 K87。麦虫他们家键盘已经是我频道里的常客，之前的 X75、K99，它每一把的键盘声音跟手感，我个人觉得都非常的不错。然后这把 K87呢，就是补足他们产品线的另一把新键盘。但这把键盘到我手上开箱完打字之后，我只能说，这把键盘到手即用，声音跟手感对我来说已经是无可挑剔的存在。这把 K87 呢，承袭之前 K99 的设计，是外形变得更加简洁，是一个标准的80% 键盘，维持着正面阶梯式的设计，以及围绕至半圈的 RGB 灯带，把一些多余的设计元素给去掉，唯一保留的是这个底部的阳极氧化的装饰板。之前我抱怨过 K99 的设计太多太杂，如今他们在这把键盘上做了减法，键盘的外形跟设计，我觉得提升到另外的高度，整体键盘的风格非常典雅清新，然后这 RGB 也是非常好看，可以说是完成度最高的一把键盘，声音手感基本无可挑剔。外形简洁有设计，这次交配 CP 值真的是非常之高。不过话是这么说，这把键盘还是有些小小的问题，就是这个环绕式灯带有明显漏光现象，然后呢就是这个正面装饰灯带镀铬的处理，我觉得不是太协调。除了这把键盘是塑胶材质之外，我找不到任何其他需要改进这把键盘的地方。这个到手即用的麻将音声音真的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艳，完全不像是塑胶键盘会发出来的声音。所以呢，就让我们来听听这把键盘打字音，然后进到最后一把键盘吧，开始。
好，来到这一把我最近非常喜欢的一把键盘，大家都应该知道我最喜欢键盘品牌就是 Keevers， 他们家键盘基本上我每一把都会买。之前的 Infi 75及 Infi 100都是我非常喜欢的键盘，但是无奈他们家的键盘都是稍微偏贵的。虽然说键盘表现真的非常优秀，但是稍微高的价钱总是让人高攀不起。而他们家这次推出了 Infi 75 Lite， 把它这把键盘的价格达到我之前购买时的大概一半左右。虽然说在配置上有些许阉割，但搭配这个平价的价格呢，我觉得 CP 值真的是非常的高。首先看它的外观，一样是一般的75配列，对称式的 F 区，然后还有这音量旋钮。然后呢，它取消的呢是我之前抱怨最多的那小萤幕，除了不好用之外呢，还占据功能区的位置。如今出了 Lite 的版本，把那个萤幕移掉，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开心。终于是一把好用、好看而且又便宜的键盘。我手中这把 Lite， 它外壳改成这种半透明的 PC 带有细磨砂的手感，不过它依然保留它优秀的设计。背面跟底部呢是这个金属塑胶的拼接，这阳极氧化质感摸起来真的非常的顺手。然后这键盘的结构呢也是这种天地盖加中框的结构，这个淡蓝色金属中框以及内部的底板搭配是半透明的外壳，若隐若现透出来的就是这种高级的质感。在保持优秀的设计，把价格压下来，并且呢与刚才那两把键盘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独特的设计，完完全全就是标准的客制化键盘的套件。所以这把来自 Keevers 的 Infi 75 Lite 我真的非常喜欢。不过呢，之前这把键盘缺点还是完完整整保留下来了。首先呢，就是它这个难用的 2.4G 接收器的收纳仓，以及这个晃动如摇杆的旋钮。并且呢，我觉得这把键盘最糟糕的地方就是它附了轴体，就是望云轴。这个轴体的稳定性非常的差，基本上你去转这个键帽呢，可以明显感受到轴体的晃动。然后这声音手感有非常浓的老旧的樱桃味，打起来的手感其实不是太好，强烈建议到手一定要把这轴换掉。并且呢，这 PC 注射的外壳里有蛮多的毛边的，我想就是这把键盘为什么价格可以被打下的原因。虽然说这把键盘的键帽跟轴体品质跟手感都有待加强，但这个键盘本身套件素质呢是极其的优秀，要设计有设计，要质感有质感，是我心目中理想键盘的样子。好，所以接下来让我们听听看这有点悲剧的打字音吧 ，Go Go！好，最后让我们来总结这部影片。本频道第一个键盘推荐合集，主要是面向一些想入手机械式键盘的新手，提供一些比较平价的推荐。首先，第一把是来自 VXE 的 V75X， 这个数码爽快的类星轴手感。搭配这低延迟的技术，打游戏真的非常的适合，并且最重要的是还有这个漂亮的小姐姐，上盖这个电泳的铝合金材质，让这键盘的质感跟颜值又上升到另外一个档次。如果呢你是那个追求声音跟手感的 Hi-Fi 党，这把麦虫的 K87你绝对不要错过。虽然说麦虫他们家键盘的声音跟手感一直以来都非常的在线，但直到现在我才可以这么说，这把键盘已经完全是到手即用的程度，是他们家键盘集大成之作，完完全全不用任何改造，就是优秀的 Hi-Fi 的麻将音。然后在外形设计上也终于是找到非常优秀的平衡点，个人觉得这把键盘真的非常实用，如万金油般好用的一把键盘。而最后一把呢，来自 Keevers Infi 75 Lite， 是我近期入手我最喜欢的一把键盘，要设计有设计，要颜值有颜值，配列呢也是我最喜欢的。然后在工作场景呢，我基本上我也是离不开这音量旋钮。而跟其他量产键盘不一样的是，就是它独特的外形设计，实现出来呢就是非常有个性、客制化的味道。好，以上就是这3把键盘快速的介绍。我觉得现在键盘玩家真的是非常的幸福，虽然现在键盘真的越出越好，越出越多，真的想象当初我刚玩键盘的时候，选择真的非常少，花2-3千块呢，只能买到普通的传壳结构，完全没有任何声音包，手感跟听感都不太行。但是没想到才几年的时间，不到台币2000块的价格就可以入手一个声音跟手感都非常优秀的键盘，所以我真的可以这么说，现在入手机械式键盘正是时候，有很多 CP 值高的好键盘供大家选择。今天我跟大家推荐呢，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日后呢我也会跟大家去陆续推荐介绍更多的好键盘，希望可以帮助各位找到你心目中的理想键盘。以上就是这部影片所有的内容了。如果你对这些键盘有疑问、有想法，或是你想要看我推荐什么键盘的话，也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我是就是爱囤积键盘的Joe，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拜拜。